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20世纪末的爱情韩剧《雪滴花》第3章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英路和舍友们配合躲过了警方和射监的搜查。慧玲不想留下秀浩多生事端，但在英路的死缠烂打下，他们决定把秀浩暂时藏到楼顶。金师傅知道此事后，出于对主角团的照顾，决定帮助他们。英路负责照顾秀浩的饮食和伤势，待到痊愈后再让秀浩离开。但是由于4楼年久失修，还有自杀鬼魂的传闻，秀浩在上面的一些动作引起了学生会长的注意。他向舍监报告了4楼的异响。舍监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他也知道4楼的一些秘密，所以他们一起到4楼一探究竟。正片开始，秀浩抓着英路藏到了窗户外面，舍监进来一通翻找，没有发现关键的水壶和医用箱。金师傅隐约看见两人躲在窗沿，不禁为两人的处境捏了一把汗。英路紧紧地抓住秀浩，顶楼的风有点喧嚣，分玉也悄悄地跟了进来。舍监在浴室里发现地上有水，判断这里肯定藏人了。金师傅解释是外面漏雨了，舍监表示这2天根本没下雨，说什么鬼话呢？分玉暗示学生会长窗外有人，学生会长提醒了舍监，舍监一步一步迈向窗户，似魔鬼的步伐。但是打开窗户一看，他什么都没有发现，这也难怪了，面对一对爬墙情侣，怎么会那么容易被发现呢？两人已经转移到宿舍楼的侧面，真是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了。舍监一无所获，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英路脚下突然一滑，一只脚跌了出去。秀浩反应及时，赶紧抓住英路的手，这个动静也惊动了舍监，他又打开了另一侧的窗户，还是什么都没看见。这下得亏宿舍楼的窗户够宽大吧，挡住了舍监的视线。秀浩单手麒麟臂青筋暴起，拼命地抓着英路，他使出全部的洪荒之力，终于把英路拉了回来。舍监这边板着个脸，让金师傅把4楼钥匙交出来，以后由他保管。英路从鬼门关上转悠了一圈，整个人都被吓傻了。秀浩把他抱回屋里，拿了一杯咖啡递给英路，看着英路还是浑身颤抖，秀浩握住了英路的双手，想给予他一些温暖。英路回了回神，问秀浩是做什么工作的，臂力为何如此之大，这难道就是单身20多年的力量吗？秀浩有点不好意思，这都被英路发现了，简直尴尬的要死。英路倒是毫不介意，连忙感谢秀浩的救命之恩。然后英路发现，因为刚才用力过猛，秀浩的伤口都裂开了，鲜血浸染了整个背后。他赶紧又帮秀浩重新包扎了伤口。秀浩想让英路今晚留下陪他，但是话到嘴边却没好意思说出口。英路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发现舍监把里屋的房门反锁，今晚他是回不去宿舍了。画面一转，来到宿舍，其他3人都睡下了。慧玲还满口说着梦话，想着其他人全部都被开除，省得拉他后腿。雪溪好像在梦里听见了一样，一巴掌扇在慧玲的脸上。静明无意中伸手摸到英路的床铺是空空如也，他起身一看，被子下面只有一个枕头。英路在顶楼着急，他害怕被外人发现自己没回宿舍。秀浩让他不用担心，表示自己是拥有麒麟臂的男人。静明觉察到不对劲，从宿舍溜了出来，在楼梯上遇见了金师傅，2个人都是准备营救英路的。英路跟秀浩保持很远的距离，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一样。秀浩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，教英路折纸飞机，两人之间的颜色逐渐变暖，飘出了恋爱的甜味儿。这时金师傅和静明拿着备用钥匙打开了顶楼的房门。金师傅表示舍监已经盯上了这里，继续待下去很危险。秀浩表示本来就打算今晚离开的。英路心有不舍，表示他的伤口还没好。秀浩也觉得他在这里多待1天，英路就越危险。他问金师傅有没有其他的大门，金师傅告诉他地下2层有个学生都不知道的出口，他也认为秀浩尽快离开是最好的。于是几个人掩护着秀浩开始转移，刚下了1层就遇见了一个梦游的女学生在撞墙。金师傅赶紧把她的路线摆正，结果一扭头，金师傅眼里的学生就变了脸，把他吓得魂都飞了。看来这里不光是死过人那么简单，阴气还很重呢。来到地下2层的出口，金师傅刚准备开门，就听见外面有人的声音。从门缝中看去，发现外面全都是警方的人。警方似乎已经把学校给封锁了，看来他们只能打道回府。隔天，学校放出开放日的信息，英路觉得可以在那天让秀浩正大光明的离开，所以他开始准备逃跑计划。慧玲可能是和他说好了，要在那天制造声势，分散别人的注意力，专门和学生会长对线，
把开场的民族舞改成了群体蹦迪。另一边，安局长执行上级命令，让李康武不要再继续管这儿的事儿了。但是不知为何，李康武却执意要抓住所谓的间谍，也就是秀浩。也不知道他一个打工仔为什么能在领导面前这么虎。然后前方是人类优质男性的肉体，女孩子们请谨慎观看哦。英路晒衣服的时候发现学校四周到处都是警察，秀浩想要出去还真没那么简单。芬玉趁机向英路打听消息，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学校里藏了间谍，他想以此线索勾搭警察，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人是秀浩，是那个令他一见钟情的人。紧接着港风歪嘴战神慧玲带着雪溪和静明就来找芬玉的麻烦，三人刚好撞见了射监，引发了宿舍同学的集体围观。他们丝毫没有留情，直接指责芬玉偷了他们的戒指和运动鞋。芬玉感觉面子全无，想找个好机会好好报复慧玲。射监把三人带回办公室，让他们拿出证据。静明虽然目击了芬玉穿着雪溪的鞋子，但是也没有实际的证据。芬玉在门房用电话监听着办公室里的动向，听见三人被射监狠狠地骂了一顿，他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三人出来后，慧玲觉得既然抓不到证据，那就羞辱他一番咯。慧玲把戒指盒扔进了芬玉的垃圾桶，雪溪也跟着把鞋盒丢给了他。芬玉再次感觉脸上无光，射监这时也把他叫了进去。芬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射监可是不吃这套。他告诉芬玉，就算装得再像学生妹，也改变不了出身卑微的现实。芬玉直接破了防，表示他就是想要装，怎么着吧。射监欣赏他的勇气，随即托起他的下巴，表示下不为例。短短的几分钟内，芬玉的自尊心遭受了3次重创，简直快要气死了。宿舍里，四人觉得明摆着的事情，射监不会不清不楚，那为什么没有惩罚芬玉呢？他们觉得芬玉知道射监的什么秘密，以此对他进行要挟。然后，射监在月光下拿着一张老旧照片，仿佛在回忆着什么。为了给秀浩做准备，开放日的前一天，英路专门回家拿了一套哥哥的西装。洪夫人是他的后妈，也就是殷部长的现任，两人的关系很不对付，谁也看不惯谁。因为英路不跟他好好打招呼，就被他扇了一巴掌，这让英路的粉丝哪里受得了啊，纷纷表示要寄刀片给他。来到顶楼，秀浩穿上英路哥哥的衣服，感觉非常合身，尤其是臀部异常的贴合，仿佛就是量身定做的一样。开放日那天，两人都好好的打扮了一番，强烈的 CP 感简直要了一众 CP 粉的老命。但是两人刚准备下楼，就遇到了蹲在楼道口的射监。射监表示虽然是开放日，但还没有正式开始。两人悄咪咪的躲在这里干嘛呢？秀浩解释说是他缠着英路上来看风景的。然后两人没等射监回复就赶紧离开了。但是看射监的样子倒像是来办事儿的。另外，慧玲的头号舔狗吴光泰邀约不成，但他还是不请自来，硬着头皮也要舔一层皮下来。此外，李康武在这之前找到秀浩他们宿舍，把吴光泰抓起来审问了一天。吴光泰怕得要死，满口答应要帮李康武传递消息。英路和秀浩一路下到2楼，看见气氛逐渐热闹起来，两人互相挽住了手臂，以免穿帮。虽然是有演戏的成分在里面，但这一出屏幕的 CP 感还是让人忍不住要先磕为敬。吴光泰找不到慧玲，又缠上了雪溪，他没有邀请函，而是代替雪溪邀请的男伴前来的。雪溪为了给英路和秀浩制造机会，不得不把这个烦人的家伙引开，而慧玲邀请的是警察男友全泰。他看见秀浩拿着书包一副着急的样子，便叫住了秀浩，让他下场一起玩一玩。好在虚惊一场，两人简单的玩了一把射击游戏，然后舞会正式开始。英路和秀浩也被人流给冲到了现场，英路更是抢了慧玲的风头，同学们跟着起哄，让英路下场展示一下。突然一个礼花炸开，在飞舞的彩带中，秀浩自觉地走到英路跟前，灯光随之暗淡下来，音乐紧跟着响起。现在把舞台交给男女主角，请欣赏他们的表演。两人玩的都是回忆杀，在一曲老年 disco 的伴奏下，从相遇到当前的画面像电影一样又过了一遍。才一展示完毕，两人在热烈的掌声中退场，终于是溜了出来。静明准备了自行车在外面接应，秀浩表示再见后就要离开。静明敏锐地发现四周的警察不好糊弄，就让英路也坐上了单车陪秀浩出去，一方面把戏做足，其次也是给两人制造亲密接触的条件。英路就这样搂住了秀浩的腰，两人在车上约定以后要常回家看看哦。出来以后，英路心里非常不舍，抓着秀浩的袖子不让走，这一耽误却被在外和雪溪约会的吴光泰发现了。这货赶紧借口上厕所，实际去给李康武汇报情况。英路也是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，只让秀浩多加小心。
然后依依不舍地目送秀浩消失在转角。李康武收到消息，迅速带人包抄秀浩，但秀浩却奇迹般的又绕了回来。英露看见秀浩去而复返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本章完。在下一章中，秀浩和英露还是暂时分开了，但英露在宿舍藏人的事情却东窗事发，舍监因此要对相关人物追责。秀浩又一次面临着重重围捕，命运驱使下，他和英露再次相会了。那么两人的感情会如何发展呢？我们下一章再揭晓吧。好了，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